诸位观众，大家好。最近有一些同修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社会产生的现象。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科技发达、科学文明昌盛的今天，为什么还存在着有许多怪力神乱的宗教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势力都相当的强大，发展也很迅速。那么这种现象不仅在台湾，在美国，在日本，许许多多国家地区，我们曾经到过，曾经见过、听过。那么，为什么科学发达的现代人们还是变得更迷信，好像是更无知了？这是什么缘故？不但是宗教上有这些混乱的现象，社会这些混乱的现象更多，这是值得我们省思的。它的根本因素，实在说，就是疏忽了小学。最近我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有一些同学听到我的说话，他怀疑，他说我们现在无论在哪一个地区，小学不都是办得很多、办得很好吗？没错，现代的教育跟古时候的教育不一样。古代教育，小学是从7岁到12岁，它的教学的宗旨、目标就是培养正知正见，所谓的是同盟养正。这一句话确实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谚语里面常常说到，所以少成若天性啊，童子时候养成就如同天性一样，习惯成自然。这2句话虽然是老生常谈，细想想，它有很深的道理存在。那么小学的教育，在生活教育当中，是要培养他的勤劳、洒扫应对、奉事长上啊，知道怎样奉事父母，怎样友爱兄弟，都是从这个时候培养的。那么在德行、学问根本上，是培养他的根本智。根本智与厚德智，这是佛法的名词。现在能说这个名词的人很多，
但是这个名相所含的经义，能够说得出来的人就不多了。什么叫根本智？根本智这个意思，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这个本生出来的。他这是用植物来做比喻啊，植物有根有本，然后才能生出枝叶花果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根本重要啊。根本智的培养，实在讲就是真心、真诚啊。儒家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诚意正心呢，就是根本智。那么培养的方法，就是如何防止他的妄念啊。诸位要晓得，小孩子也有妄念呐。啊，如何把他的妄念给打断，保持他的正念，这是教育的功能。正念是什么呢？正念是无念啊，无念才是正念呐。这是很少人，现代很少人懂得了啊，古时候人知道。那么换一句话说，无念就是心地的真诚清净。所以在小学这个同盟教学，老师只教句读，把这些中国的一些古籍啊、古圣先贤这些经典啊，经典就是教科书。教科书为什么称之为经典呢？教科书里头字字句句，他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超越时空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称它做经啊，就古时候教科书啊是经典譬如宋朝以后啊，朱熹编的新编一套教科书，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四书四书是朱熹编的，编得好，有理论，有方法，还带示范的这个教科书就很圆满了。我看这本书呢，我很怀疑朱夫子这个灵感是不是从《华严经》上得来的？因为他编四书这个形式这个模式非常像《华严》《华严经》有理论，有方法，后面53参呢是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这在教科书里头才是最完美的那么四书呢，就是有这个模式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跟孟子他是举出孔夫子跟孟夫子来表演就是把这个理论方法落实到生活上，做出来给我们看就如同《华严经》的53参一样。所以这个教科书我们不能不佩服童子的时候就叫他读不讲解只叫他读，利用他这个天赋的记忆力，童年的记忆力最好，让他熟记。而过去教学的方法的确合乎现在这个科学的理念。老师教学生因材施教有一些学生聪明的，一天可以能够
念300字到500字的，这个念就是他一定要能够背诵啊，他每一天可以能够背300字到500字的，这个算是中上的人才啊，中上的这个天赋。如果能够一天背到700字的，这是上根啊。但是还有根性劣的，一天只能背几十个字，不能超过100个字的。所以从前老师教书是算行数的，古时候的书，你不能说它不合科学啊。你看我们看古书，古时候木刻的这个刻板书，每一页10行，每一行20个字，那么换句话，5行就是100个字。啊，根性劣的，老师教你每天教你念5行，5行要念到能背诵。念多久能背诵才算数呢？不能超过10遍。啊，超过10遍以上呢，就太吃力了。就是10遍能够背得下来啊。比如说一般这个比较是根性劣一点的啊，100个字，他念10遍就能够背得下来。哎，这就可以教了。说中上根性的时候，能够300到500字10遍也能背下来，啊，上根性的人呢，大概700字的时候，他10遍都可以背下来。教他背呀，啊，如果10遍背不下来的，这个字数减少，啊，减少到他10遍能够背得下来，以这个为标准。背下来之后，老师再督促他，要背100遍，背200遍，啊，根性利的人，聪明的人，督促他背100遍；根性差一点的人，叫他念200遍。到第2天呢，先把前面教的背一遍之后，然后再教新的这个经文。啊，这个是同盟教学用这个方法，啊，天天叫他朗诵，叫他熟记，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把他的妄想打掉。你看这个方法妙绝了，使他心地纯正呐，把古圣先贤的一些教训呢，通通记在心里，啊，因为这个时候他智慧没有开，不需要讲解，讲他也未必能理解，只是叫他背，叫他背诵。那么到13、14岁，这智慧开了，懂事了，叫开讲。所以中国古时候没有中学，啊，只有小学，只有太学，太学就仿佛现在讲的大学，啊，太学里面呢，那就是讲解了。小时候所背的这些经论，要在太学里面做深入的研究、探讨、讲解、辩论，啊，所以读书乐啊，上太学有许多老师，当然每一个学生指导的老师指导的学生呢，并不很多。啊，10个8个，啊，学生不会。你用现在讲的说，都是小班制。啊，老师带着学生去旅游，游山玩水，走到哪个地方啊，讲到哪个地方，啊，一面走着，一面就是研究探讨，啊，不需要带书啊，参考书都不要啊，老师背过的，说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都背得滚瓜烂熟嘛，哪里还要带书啊？还要带什么参考书？都不必要啊！一面旅游啊，就一面讲解啊，因为典籍里面有很多关于历史、地理
所以在旅游当中，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行万里路就是考察了，成就厚德之，厚德之是无所不知啊，这是真实的学问，所以他哪里会有时间去打妄想呢？这个叫真正的学问，真实的智慧呀，这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今天科技虽然发达，我们在美国遇到许许多多读博士学位的。我有一年在旧金山讲经，那时候甘贵穗居士告诉我，听众当中70%是博士。他说你在旧金山开博士班了。这么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为什么还那么迷信？还走入这些邪教？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他没有接受过根本的教育。他所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知识知识不是智慧。智慧这就回过头来，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教学，他的教学内容完全是现实的生活。首先给你讲伦理的道理，也就是教你明白人与人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君臣用现代话来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在什么身份、什么关系，你应该要尽什么样的义务这是教育人事关系明白之后，再进一步教给你人与环境的关系，与这些动物的关系，与植物的关系，与山河大地的关系。再进一步，这才讲到所谓玄学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是做人的大根大本。所以他懂得做人人他有价值有意义这个是教育。所以人跟禽兽，人是动物之一跟禽兽分别在哪里？人懂得宇宙人生的道理，人接受过教育，这种教育在古时候叫小学教育。今天社会这么乱，大家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变成什么呢？只有利害利害当中呢，当然就发生冲突。你想社会安定，那怎么可能呢？孟子讲得很好那真是现代社会的现象上下交争利，其国危矣这个国家社会是一个乱象决定不是一个安定的现象所以中国教育维系社会的安定和睦、共存共荣，是道德仁义礼如果不讲求这个，要想讲到社会的安定繁荣，是决定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教育维系社会的安定和睦、共存共荣，是道德仁义礼。如果不讲求这个，要想讲到社会的安定繁荣，是决定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教育维系社会的安定和睦、共存共荣，是道德仁义礼。如果不讲求这个，要想讲到社会的安定繁荣，是决定不可能的。
佛门里面也衰了，衰到这个现在这个现象。原因在哪里啊？也是没念小学啊！佛经的小学是什么？这一般人想到小乘佛法，当然小乘佛法里面对于这些做人基本的道理，佛讲的很多但是经论太多了，也太广泛了，不容易涉猎，也很难学习。古来这些祖师大德悲心恳切他们将这些典籍里面重要的部分，把它收集起来编成一个小册子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沙弥略仪赠注》可以说这也是佛门里头的基本小学。出家人很多，台湾出家人很多，世界各地出家人也不少，几个人认真去修学过呢？谁去读诵这些东西呢？谁去研究这些东西呢？谁肯认真去做呢？如果连这些东西都做不到，那就像一棵树没有根没有本没有根本的植物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晓得，花瓶里面插的花朵没有根没有本很好看2天就凋谢了，就完了。我们看看今天佛门的现象，又何尝不如此呢？昙花一现，做得再怎么样轰轰烈烈，一死都完了怎么样都比不上古人。古人的功业永垂不朽为什么呢？人家有根有本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这些现象的根本因素就在疏忽了小学今天我们要谈这个社会间的小学现在台湾有一些同修提倡儿童读经运动他们把这个构想送来给我看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我看了之后很欢喜，我把它的名称上加了2个字孝廉儿童孝廉读经运动为什么呢？这2个字能挽救这个社会，提倡孝道人能够懂得孝道，他做事情就会尽忠职守会尽奋尽力懂得廉洁就不会贪污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普遍看到各个阶层，包括我们佛教里头，不负责任完全为着自私自利，这怎么得了呢？这个是病根的所在我们提倡这2个字来挽救那么读经能不能达到效果呢？我觉得很困难难在什么地方？小朋友虽然在这上教导他读经他读了之后，将来谁给他讲解？如果要没有人详细的来讲解，没有一个修学的环境，读了也是白读但是
总比不读好啊，很难收到效果。所以我给这些同学们讲啊，民国初年，我们净宗的祖师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竭力提倡《了凡四训》《安世全书》《感应篇汇编》，提倡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不是佛教的经典啊，《感应篇》跟《阴质文》道教的啊，《了凡四训》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儒家的。可是印光大师啊，在这三种东西注解里面呢，可以说把儒家、道家、佛家的这精华、精义呀，都在这里面发挥了。他的用意很善呐，真正是高度智慧，挽救世道人心。这是教给我们要从因果上来体悟。比讲理论有效啊！如佛讲的大道理啊，往往被现实所忽略了啊。但是因果，这是一点不假的啊。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啊，你信有啊，不信还是有，不是说不信就没有了，不信还是有啊。它是宇宙之间的事实真相，现在一般人所讲的真理呀，我们要极力来宣扬，特别是现前啊，我们在报纸。在杂志、一些大众传播里面所看到现前的这个善恶的果报，这是叫现代人看了之后，你不能不相信啊！事情看到了，他相信了，再能够把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讲清楚，他就觉悟了。觉悟之后啊，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不必劝他，他自然会收敛。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有好的果报呢？哪一个人不想自己有真正的幸福呢？啊，谁愿意去堕三途啊？谁愿意去堕地狱呢？啊，这些都是有业因的，果必有因的，因必定结果。啊，所以印光大师提倡这些东西，我们要深深的去反省，要深深的去体会，明了大师的智慧，大师的用心。啊，即使说到讲经说法，我计划了明年开始讲华严。啊，今年我讲华严，清凉大师的书抄印出来了，李长者的后论，啊，道佩大师的书论摘要，啊，这三种书
现在都完成了。那么，这是我们华严的重要参考资料。同学们问我，是不是依照这个注解来讲呢？我告诉他，不是的。为什么不能依照这个注解来讲呢？诸位要知道，这个注解，唐朝人的注解，唐朝人用这个方法来讲，讲这些理论与事实，是治唐朝人的病那个时代众生有些什么毛病，如何来对治那么这些典籍我们今天来参考，在这个里面呢，得他的启示。今天这个社会众生得的是什么病？这个病跟唐朝时候人的病不一样经典没有改变，还是这么多文字原理原则没有改变，讲的方法技巧要改变，不改变不能治现在人的病所以如果把唐朝时候的注解搬来讲，现在这个社会大众得不到利益必须要用现代的讲法但是古人的东西值得我们做参考我们在里面就是不变化里面去看它不变的原则、不变的原理，掌握到不变的原理原则，然后如何千变万化了来适应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样的经才有用处我们才能真正得利益了不仅是华严，所有一切大小乘经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皆是活活泼泼，不是一成不变的死东西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它的基本精神，我们针对现代社会的弊病来说基本精神呢，可以归纳为12个字：知恩报恩你看我们这个佛门不管他懂不懂，无论是诵经，是拜佛所有一切仪轨当中，最后都有个回向大家都念这个回向偈，都很熟悉上报4重恩，下济3途苦。哪4重恩大家也能说得出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佛菩萨是老师国家之恩、社会大众之恩，能说得出来说得出来，为什么念了之后都忘掉了呢？实实在在讲，他能说出去，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是口头里头划过，心里头不露痕迹根本没有这个印象这就是不知恩不知恩怎么能谈得上报恩？如果真正知道国家的恩，真正知道众生的恩，他怎么能不爱国呢？他怎么能不关怀一切大众
是真正知道这恩德了，他会念念关怀社会，爱护社会，尽心尽力帮助这个社会。那么由此可知，所有经教不是教别的，就是教给我们知道这个恩德了。像我刚才所讲的同盟养正的，叫你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关系啊？恩德的关系。人与这个动植物大自然的关系，也是恩德的关系啊。我们每天吃的，土地里头长出来的植物我们穿的生活所需，离不开大地，大地与我们有恩动植物来供养我们这个生活所需，怎么会没有恩德呢？天地鬼神冥冥当中监察我们，帮助我们，哪有没有恩德的呢？你唯有知恩，你才知道报恩如何报法？那就是作诗示范华严经53参，这53位佛弟子、佛的学生呢，代表我们的，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处处表现的都是别人的好样子诗就是表率我们做出这个样子，让人家可以学习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就是示范给社会大众做一个最好的模范、最好的榜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你就是真正报恩。你肯下决心这样去做，你是知恩你能尽心尽力去做好是报恩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别的，就是说这么一桩事情诸位，你再看看，不要看别的东西，单单看儒家这个四书诸父子所编的，你们细心想想，是不是这12个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出不了知恩报恩离不开做诗做饭所以这12个字把世出世间的学术都包括尽了。这种教育都要从小来培养，同盟养正这个出家，在过去一出家叫5年学戒，5年是基础教育，学佛家的小学也就是说，5年学什么？5年完全学沙弥律仪真正能做到之后老师点头肯定了才能进一步受比丘戒、受菩萨戒现在我们这里没有了，佛门才会有这个率相，它不是没有原因诸位要是从这个地方去探讨，从这个角度仔细去观察今天社会的现象，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对于现代受过高等教育，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依旧还迷信，依旧还不能辨别邪正是非真妄，这个道理呀，你就恍然大悟了而后你就会见怪不怪了。所以，这个教育两个字，它的真谛是无尽的深广我记得我初出家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受戒我出家是在圆山灵济寺。灵济寺的后面，那个时候是圆山动物园。早晨，我在院子里头扫地，有4位学生从动物园山上下来，经过我们这个寺院门口这4个人这个态度很傲慢我看了4个人，我就叹了一口气我说可惜这么好的年轻人没受过教育这个话呢被他们听进去了他们立刻就到我面前来找麻烦了来质问我他说明他是台湾大学法学院4年级的学生我对他就非常恭敬了马上大学就要毕业了他反过我，他说你怎么说我们没受过教育我听到，我说你是为这个而来的？我说你们不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受过他听了很不服气质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小学教育没受过？我说小学教育教洒扫应对，你学过吗？我这么一说的时候，这几个学生不错，态度马上就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学风跟现在的确不一样，他们有相当的理性那么对我的态度的时候，也就变得很缓和了表示有点敬意了所以我说我问问你我只问你3个问题：什么叫教？什么叫育？什么叫教育？你把这3个问题讲给我听听。他说不出来他讲的我都摇头后来反过来问我，我就跟他讲，教育是教你做人中国古人常讲学问深识意气平人有学问有道德，心平气和你们这个表现的时候功高我慢，错了何况讲你们是读法学的，将来你们是律师是法官心要不清净不平和，你断案子就很容易冤枉人他们听到点头，心平气和要紧
要存诚，要修养品德，要明白事理的真相。这些东西在现在学校学不到啊。他反过来，他说：“那我们现在学的，你看那是什么呢？”我就跟他讲，也是说笑话、说玩的嘛。我说：“你们现在学校那个招牌，不应当放作大学，应该算什么？高等知识传习所，那就名副其实了。你们今天所接受的高等知识的传授，不是教育。教育刚才说过了，最根本的是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些东西你们没有学过啊。他们承认了，欢欢喜喜的离开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学生很可爱，他们讲理呀，你只要说的有道理呀，他很服那么这个话说起来30多年前了，恐怕这些学生呢，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教育的真谛现在局势，学校虽然办得很多，都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如果以孔老夫子这个教育4科来讲呢，他第一个是德行，第2个是言语，第3个是政事，第4个是文学现在说老实话，前面2个没有了，前面2个是根本德行言语根本现在说是这个学校办的学校，可是从小学到研究所，都是孔老夫子讲的政事跟文学政事就是技术这个才艺的传授也就是说你在社会上将来有谋生的能力学这些东西。在物质生活，你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了那么在于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就是文学艺术在中国人讲诗词歌赋音乐绘画这些艺术是属于精神生活现在有这些专科学校教这些东西的那么我们学佛佛门里面的艺术的举世闻名的，1000、100年来保存到现在我们看看现代的佛像的雕塑跟这个佛教的绘画，跟古时候人相比，今人不如古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古人有修养也就是心地真诚清净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所以他的作品能传神能让人接触到之后有所感发，有所启示现在有些东西，好的东西当然有，但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所谓很俗气的这些作品就非常之多了你看到这些佛菩萨的画像塑像，你一看很俗气
不如古时候那种典雅。诸位仔细去观察了，你就能够发现。那么这些与教育、与根本的教育都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今天了解这个社会，如何来帮助这个社会，要提倡小学教育。小学教育读经是个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比读经更重要的、更有效果的，清朝初期陈洪谋编的《五种仪规》，这是一部好书那是一个有心人。陈洪谋是乾隆时候湖广总督这是个读书人，书念得很好他将中国古圣先贤对于这个社会教导的这些宝贵的教训收集起来，集中起来，编成这么一大册现在中华书局收在这个四库备要里面，有单行本可以流通它第一部分就是教小学的同盟养正，第二部分训俗仪规，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教育这两部分很重要后面有一些呢是讲到政治教育也就是说如何从政呢，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这些东西对于现代社会非常有用处值得大力提倡但是这个书中华书局有版权我们不能翻印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个能力的人重新做版重新来排版近代一些贤侄他们的教训也可以收在里面，广泛的流通我想对这个社会会有帮助。书籍要流通，还需要讲解，还需要用白话文写出来因为古人的文字虽然是浅，依旧还有相当深度。现代人非常可惜不念文言文了，这个是真是莫大的损失所以一定要用白话文呢来解释最好把它用成白话故事的题材写出来能够被社会大众广泛的欢迎希望大家都能够读到，都能够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对于社会风气的转移改良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诸位观众，大家好。有人提出来，他说，现代有许多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专业人士，对于世间许多事物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如果不是他自己亲证，他就决定不相信。那么，例如鬼神之说、因果之说，他问了这个态度是不是理智的，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假如接受因果之说、命运鬼神之说，是不是就是迷信？是不是就是无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无论是做学问，尤其是学佛，佛法一再告诉我们：破迷开悟那么换一句话说，佛法就是破除迷信，破除迷惑，这是佛法教学的目的。那么说到迷信这两个字，它是挺有趣味的迷是不明白，信是你相信了。凡是没有把事情搞清楚、搞彻底，你相信了，都叫做迷信。那么我们要问一问，以佛教为比喻，做个比喻吧。你对于佛教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了？如果对于佛教确确实实没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你就相信了，你就皈依了，你就去磕头作揖拜佛了，这是迷信没错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对于佛教并不了解，你就说佛教是迷信你就说对佛教有许多批评，你还是迷信你们想想对不对？没搞清楚，你信是迷信，不信也是迷信不信也是迷信必须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信是正信，你不信也是正信你清楚嘛，不迷了嘛所以你信它有，这个信是真的；你信它没有，也是真的。迷信两个字是这个讲法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要搞明白的那么佛教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佛教是宗教，它已经是迷信了。你信是迷信，不信还是迷信。为什么呢？佛教不是宗教嘛。佛教是什么呢？过去民国初年，欧阳靖无先生已经就讲得很清楚了：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
这是一个内行人说的，是一个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人说的。为什么说而为经世所必须呢？试问问，经世之人，不单是经世，古时候也不例外呀。人是不是希望对于宇宙人生呢，都能搞清楚、搞明白，都能过到幸福美满好的生活？整个佛法就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啊。所以佛法实实在在是最圆满、最究竟、最优良的教学。我们对佛称之为老师大家虽然口头上还是这么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可是意思不懂的，所以他是迷信本师是老师嘛？为什么称本师呢？创始的这个老师，这种教育是他提倡的，是他创始的，我们称他做根本的老师南无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皈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从一切错误的回过头来，我们听这个老师的，接受老师的教导南无是这个意思这个老师教导我们纯真无妄南无是这么个意思本师是这个意思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是神呢，他是人呢。我们佛弟子供养释迦牟尼佛这形象，是纪念的意思，不忘本呢，跟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牌位一样祖宗虽然离我们很远几千年、几百年，我们后人还是念念不忘祖宗之德。你说这个心地多厚很远的祖先，我们还念念不忘，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呢？哪有不恭敬、不奉养的道理呢？所以儒家对于这个祭典非常重视这是维系社会风气慎终追远明德归厚风俗才能醇厚所以它是教育那么祭祀祖先教育的意义大过这个祭祀的这个意义用祭祀这种方式达到教化社会的目的所以你要把它当作教学来看待，这个意义就很深很重了那么现在大家不提倡祭祖提倡什么呢？你看这个每年教师节还提倡着祭孔再就祭祀忠烈这是替国家有贡献的这些死难的人但是你要晓得，祭老师、祭忠烈，它的根本是祭祖。一个人对于祖先都忘掉了，都没有一丝毫敬意了，去敬老师、敬忠烈，你们想想是什么味道？假的、骗人的，不是真的呀！对父母不能尽孝对老师还会奉祀，那是就巴结，别有企图
他如果没有企图、没有目的，他不会这么做法。既忠烈也别有用心，不是真心的。所以一个东西它要有根有本。如果他能够纪念祖先，念念不忘祖先的恩德、父母的恩德，他敬老师、敬忠烈，那是出于一片真诚的表露。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人民生活当中，实在讲，也就是国家教育里头，这个祭祀是站在第一位所以它的意思非常非常之深皇帝做表率，有太庙是他供他们的祖先百姓有祠堂人人都爱祖宗，人人都念祖宗之德，都希望光大门楣，光耀祖宗。在社会上不敢做坏事，做坏事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先你想想，这个约束的力量多大？这个社会道德的建立根本就在祭礼上所以中国这个礼是以祭礼为主五礼里面祭礼是摆在第一了，祭礼成为吉礼吉祥带给整个社会安和乐利。吉祥、安定、和平。今天大家把这个疏忽了，不讲求了，只知道社会动乱、忧虑，如何能够安抚、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明了这个大道理的存在。古人怎么做的？做了几千年，我们要想一想，这里头必有很深很大的道理。怎么能够说古人东西都不合现在了？古人东西旧了，都应当淘汰掉了。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这个观念迷信对于古圣先贤这些教诲、这些做法不明了、不清楚，就一笔用抹杀、用旧东西把它淘汰掉，这不叫迷信吗？真正明了之后，不但要提倡，而且要适合于现代人的生活。怎么样来给它改良、给它净化？对于这个社会，对于整个人类，共存共荣、幸福和平，决定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早年，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有一些法师到国外去弘法，我认识的，交情比较好的，我给他送信，我嘱咐他，而且特别劝导他，到国外不要建寺庙。他们听得很奇怪，那去干什么呢？我说你去建祠堂，提倡孝道，建祠堂，祠堂里面可以讲经说法，不要用寺庙。祠堂什么呢？已经突破了宗教的界限，在外国的中国人总对祖宗还有的没点印象，祠堂自己祖宗牌位供到那里，不管他信什么教，他都会来。所以用祠堂来作为弘法的一个中心，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个有意义
他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佛法是私道啊，私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没有孝道哪来的私道呢？今天私道没有了，原因在哪里？没有孝道啊。这个我们要清楚啊，要懂得啊。你要想复兴佛法，一定先提倡孝道。佛法大家知道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当年这印度这些高僧大德，并不偏爱中国啊。学佛的人心是清净的、平等的，他们把佛法向四面八方传播啊。为什么以后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反而超过了印度？其他地方传播的都淹没而不彰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那些地方啊，没有孝道的基础就好像这个植物一样啊，水土不服啊。一直到那里没有多久都枯死了。中国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佛法没来，我们就提倡孝道。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你们看大乘经典，特别是戒经，戒名为孝佛家的修学，第一部经典大乘经典，第一部经典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地是什么？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宝藏啊，就是孝亲尊师你不孝父母，怎么会尊敬师长所以这个祭祀我们祭孔祭老师，一定是奠定在祭祖先的基础上人要不知道纪念祖先，你搞一切那都是谄媚巴结，别有用心，别有企图真的叫自欺欺人哪有这种道理佛法虽然讲平等，但是在思想上也是由近而远先孝敬自己的父母，然后再扩大孝敬一切众生的父母是把这个孝发扬光大了，光大到极处，就是做佛了，就成佛了这个我们在平常佛学讲座里面都讲得很多，也讲得很透彻所以这迷信这两个字，一定对它的含义搞清楚他说我们迷信学佛迷信他自己本身迷信不迷信？他本身也迷信而且他迷的比我们加了1倍他是迷信诸位仔细想想就明白了所以不管是事出世间法，必须要把它辨别清楚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我们觉得那个信呢就是真信你的态度，你的评论自然就中肯了如果要是说一定亲见的才相信，没有见到的就不相信，这问题严重了为什么呢？你的父母见到了，祖父母也许见到了，曾祖父、高祖父没见到，没见到就没有了，哪有这种道理呢？世间所没有见到的东西太多了科学家不断的在发现
还没有发现的，哎，这个时候你不相信呢，等到底下科学家发现了，哦，这才相信。啊，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所以佛跟儒讲到修学的态度，他们讲得好。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对于不知东西存疑，存疑不是否定，不是不信，啊，是打这个问号，继续不断去努力去探讨，啊，去研究，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啊，这个是真正智慧、真正求学的态度。啊，鬼神这个事情有没有呢？可以打个问号。啊，你不能否定它，你是否定的，那将来发现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不变成愚痴了？啊，你不变成错误了吗？啊，何况鬼神这桩事情，欧美这些年来真的在下功夫在研究啊。啊，他们相信啊，许许多多的案例，啊，现在案例有几千个案例，啊，在美国这些书籍也出的很多，啊，他们用科学的方法跟鬼神沟通啊，啊，有照片有录音的，啊，所以一般美国人相信有鬼神，啊，这个是普遍的存在。而六道的情况，这个不是佛首先提出来的，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之前，啊，印度许许多多宗教对于六道轮回的状况就说得很多，也说得很详细。啊，他们怎么知道的呢？他们从禅定当中啊得到的。这个道理很深，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六道里面所有这些障碍，从哪里来的呢？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障碍啊。一个人在入定的时候，定力深了，这个时候啊，他的妄想、分别、执着扶住了，没有了，啊，不起作用了。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清净心跟平等心呢，把这个障碍突破了。这个障碍是什么呢？用现代科学的说法，就是这个时间跟空间。啊，我们今天所讲的3度空间、4度空间、5度空间，乃至于无数度的空间，啊，禅定功夫深的人，这个时空啊，时空的维数啊，突破了。突破之后啊，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能看到六道众生的生活状况，这个不是假的。这个在佛法讲，这叫限量经，是他亲身的经历，啊，不是别人告诉他的。每一个修定的人，入到这个境界人，大家看的都一样的，啊，彼此谈的，哎，你见过，我也见过，啊，大家见到说的都一样，这是一点不假，啊，古印度。这些修禅定的功夫好的，这个佛经里面记载的，他们能够达到飞翔天，真了不起啊！啊，往下面去的时候，他们能够观察到阿鼻地狱，所以对于六道状况啊，了解得很透彻
可是他们只知道其当然，不知道其所以然。就是六道怎么产生的？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存在？正如同现代的科学家在研究，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现在不少人在探索那么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仪器，用我们的思考、观察，能不能找到这个根源呢？给诸说找不到。如果要想真正把这个根源搞清楚，那是佛说的，还是要用禅定的功夫。你没有禅定功夫，凭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根源。什么原因呢？我们离开禅定呢，都是用思维。也就是讲，我们研究用这个分别心、执着心。分别心、执着心能力是有限的。言语的能力那就更小。思想的能力是有极限的，不能突破这个极限。而宇宙人生生命的起源的时候，必须突破极限之后，你才能够了解。这是佛经上常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2句话了，不是一个搪塞的话，是给你讲的是真理。这个境界，言语达不到，思维想象也达不到。就是要突破言语、突破思维的界限，你才能见到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突破之后，你一说出来，契入这个境界的人他懂，不入这个境界的人，你给他讲，他很难理解。这是真正的道理真正的事实所以佛法的修学，不管是哪一宗，不管是哪一派，无论是哪一个法门，通通修禅定。净土宗念佛就是修禅定念佛的目的在哪里？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定，心不颠倒是慧。所以念佛是用这种方法修禅定。换一句话说，修禅定是个总原则、总方向。修禅定的方法无量无边。禅宗里面现在一般是用打坐，参话头、观心，用这个方法。一般在教下多半是用止观的方法，用读经的方法，用持戒的方法。净土宗是用念佛的方法，方法不一样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所谓法门无量，殊途同归。你用的方法不相同，就正如好像我们到这个电视台来，我们几个同仁从四面八方来的，有人步行散步来的，有人搭公车来的，有人坐计程车来的，有人开自己的车来的，你们到达这个地方选择的路不一样，交通工具不相同，方向是一样，目标是一样。所以诸位要懂得佛家所讲的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修的什么呢？禅定。唯有真正的禅定，
才能突破时空。今天讲这个时空里面的维数，3度、4度、无限度，它才能突破。定功越深，这个突破的面越广。那么换一句话，你所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就越深越广越清楚。这是真的学问，这哪里是迷信？你没有定功，你不能突破。你在3度空间，你不了解4度空间，不了解5度空间的，这是当然之理嘛。那你说那是迷信，那这是你自己说法了。实实在在讲，明白人听了很清楚，你本身迷信的。那么这个问题我就说到此地。下面一个问题说，现代人的生活每一天所追求的就是名利以及享受，每一天忙忙碌碌，为的就是要多积蓄一点财富，争得地位。难道这就是人生的目标吗？他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什么样才值得我们真正去追求的目标？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现代人确确实实，正是谚语里头所说的“利令智昏”真可怜呐！钻到名利里面去了，智慧完全没有了，所追求的财富、享受。权力地位，以为这个东西就是人生最高的了，错了。天天追求这些物质上的享受、名闻利养的享受，以为这个东西是乐。实在讲，这个乐是什么呢？这个乐是亵渎在佛法里面，那就特别看得清楚。佛告诉我们，世间最毒的是什么东西呢？现在这个一般社会讲病毒，最严重的病毒，最厉害的病毒，佛说是贪嗔痴3毒你里面有3毒，外面有名利的诱惑，那个名利是外面的毒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这是外面的那些细菌毒菌里面有3毒，内外交感，你怎么会不生病呢？你怎么会不死呢？这个多么严重几个人觉悟了？几个人明白呢？唯有佛明白，唯有佛觉悟。我们天天想到自己身体健康求健康长寿你不把这个身心内外的这严重病毒拔除，你怎么能得到健康长寿的身体？
只有迷惑颠倒的人才追求这些东西啊，追求这个是追求毁灭，追求死亡啊。如果讲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儒家跟佛家都讲得很好。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值得追求的是什么？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当中做一个明白人，不要做个糊涂人。做个明白人，啊，自在了，幸福了。啊，佛经里面讲得大利益呀，得真实的利益了。真实的利益并不是财富，并不是权力，并不是地位。你要以这些东西作为一个价值观呢，那你完全错误。啊，真实的利益是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因果报应的事实。然后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应化在这个世间，游戏神通啊！世界就像一个舞台一样啊，我们出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这个角色。真正能够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讲的自在随缘，那这个就是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啊。做帝王的就像唱戏一样啊，在戏台上扮演一个皇帝，扮得很逼真，扮得很像。啊，让观众听到都喝彩。成功的演员呢？啊，另外一个在舞台上扮乞丐的，也扮得很像，惟妙惟肖，也是成功的演员，也让大家喝彩。他们两个是相等的，平等的，没有高下了，都是一流的演员。都是最成功的演出，啊，都达到满分，这就真正懂得人生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要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觉悟的人，没有改变我现前的生活，没有改变我现前的工作，啊，就在我现前的工作上。生活上做佛做菩萨啊！你今天是一个国家的总统，你这个总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模范总统，这就叫佛，叫菩萨。佛菩萨就是世间的典范、模范呐！你做成功了啊！那个人。是在街上开计程车的，计程车的一个司机，他在他的生活，在他的工作上，也是全世界计程司机里面的模范榜样。他是司机菩萨，他是司机佛陀，他跟那个总统菩萨、总统佛陀没有两样，完全平等的。我举这两个例子，诸位细细去体会。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你是全世界家庭主妇的榜样，你的家庭整理得干干净净、清洁整齐，是所有一些家庭的榜样。菩萨家庭啊，佛陀嘱咐啊，所以叫你做佛做菩萨，并不是叫你得富贵呀、得权利、
得地位，不是的，那你完全搞错了。他把你的思想，把你的观念全部改变过来了。你的生活工作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众生做表率，为一切众生做榜样，这叫学佛啊。所以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看《普门品》里面所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法得度，就说什么法。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佛法了，这是真正彻底觉悟的大法啊！所以求佛菩萨，不是佛菩萨保佑你升官发财，那是迷信，那是完全错误了。佛菩萨教给你，在你现前生活、现前这个工作上，做一切众生的典范，没有自己。所作所为都是给人做好样子，就像唱戏一样，无论演哪个角色，都要演得到家，都要演得成功啊！所以他的功德是平等的啊。佛法是讲清净平等啊，无论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通通都平等，没有高下之分。啊，无论演哪个角色，都是真实智慧，啊，都是幸福美满，啊，都是在普度众生呢。你看经上佛常常讲啊，读诵、受持、为人演说，读诵是叫你不要忘记佛的教训，啊，每一天要温习。要把佛的教训记住，要把佛的教训在生活当中做到啊。受持就是完全做到啊。为人演说，也是表演给人看，做出一个样子给人看啊。所以佛教我们做诗、做饭，人人都做诗啊。人人都做示范呐，这个社会多美好啊！这个社会多么吉祥啊！那个示范不是教学学校老师啊，那个意思太窄小了，也不是叫这几个出家人呐。整个社会上出家人占的比例太少了啊！出家人要做出家人的示范，在家人要做在家人的示范，从政要做从政人的示范，经商要做经商人的示范，学生要做学生的示范，乃至于乞丐要做乞丐的这个示范。这才叫大乘佛法啊！那么也许要问的时候，乞丐怎么能做这示范呢？我在出家受戒的时候，民国50年啊，我在这个基隆八都海会寺受戒啊，老和尚道元老法师。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在民国初年，他们的家乡，啊，他那个时候出家当小和尚，啊，他们家乡呢有一个乞丐，啊，而乞丐这个儿子以后经商发财了，啊，在这个地方上啊很有声望。很有地位啊！老子在外头要饭呐，所以亲戚朋友都骂他了：“你不孝啊！你发这么大的财，你怎么可以叫你的爸爸在外头讨饭？”他当然心里很难过
受社会大众的责备所以他就派了很多人到外面去找也是苦心的把他的父亲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这在家里好好供养派了一些人伺候也把他的衣服都换了，不是破破烂烂的了。哪里晓得了？他这个父亲在这个家里住了大概住1个月的样子，看到人家不注意的时候他又偷跑了，跑出去又去要饭去了。这人家就问他：“你这个儿子发大财，在家里接受供养，你为什么要饭还要做要饭？”他说：“你不懂那个生活太苦了，处处人这个伺候照顾我过不习惯了。我这个要饭，天天游山玩水，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肚子吃饱了，晚上随便找个破庙休息一下，天天游山玩水，我过的生活多自在啊！”乞丐菩萨，你才晓得人生意义在哪里他过那个生活，他觉得有意义，他快乐，他自在，他幸福心里面无忧无愁，无牵无挂，不生烦恼没有是非人我，没有利害得失跟大自然合而为一这种境界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所以我听道元老和尚讲这故事，我就知道那是佛菩萨实现的应以乞丐身而得度者，即现乞丐身。佛菩萨哪一个道不化身呢？哪一种身份不实现呢？这个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应当去追求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周边呢生活的环境在这个里面发心做模范，做典型转移社会风气，令一切众生呢在名利里头醒悟过来你就是佛菩萨了，你是真正在教化众生的。教化众生不一定要用语言像道元老和尚讲的这个乞丐，他是以身做榜样真正了不起，叫人知道一般人所讲的荣华富贵在他觉得那不是生活，不是幸福幸福是身心清净，无有烦恼，无有牵挂得大自在，那是真正的幸福。这个里面有大学问几个人能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他所实现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乞丐出家人比丘，比丘翻成中国的意思，乞士，乞就是乞丐加一个士呢，士是读书人这个乞丐有学问，有道德，有修养那不是一个普通的乞丐换一句话说，就是个模范的乞丐可以叫一切众生呢看到他们的生活行为有所警惕，有所领悟认真去反省反省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到底在哪里。如果
有富贵，也不必推辞。生活在富贵环境里，做富贵的模范，做富贵的榜样；生活在贫贱环境里面，做贫贱人的榜样，社会才真正能得到安和乐利呀。今天社会，国内国外，我们所听到的、所见到的“竞争”这2个字，不是好现象啊！每一个人都存着竞争的这个心理，怎么会不冲突？怎么会不产生矛盾？社会怎么能得到和谐？其实你竞争，你能够争得到吗？如果真的能争得到，诸佛菩萨老早就提倡了。实实在在讲竞争是争不到的。你想尽方法去争到的，都是你命里头所有的。你命里头没有，你争不到你去偷人家，去抢人家，都是你命里头有的。命里头没有，你抢不到，你也偷不到不但你抢不到、偷不到，你马上被警察抓去了。这是事实这个道理，诸位如果细读《了凡四训》，你就明白了。一个人一生的财富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财布施的果报。聪明智慧是你过去生中法布施的果报。健康长寿是你过去生中无为布施的果报。你现在得财富、得智慧、得健康长寿，得到权力、得到地位，都是你前生种的因你现在得的是果前生没有种因，你怎么可能得到果报？得不到的呀。这些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懂得。我在早年听到一个朋友说，这个朋友是个军官，他告诉我一桩事情，他有另外一个朋友，少将升中将，好事情总统已经批准了，命令还没有下达，但是这个消息走漏了。他这个朋友很高兴，总统批准的升中将了，请一些老朋友吃饭，庆贺，在吃饭的时候喝酒，大概酒喝多了，就在桌上死掉了。那命令还没发布，但我们听到是，他命里头只有少将，没有中将的命嘛。所以那个中将的时候就把他压死了，没福真的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丝毫都不能够勉强所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争来的，你那些用的手段的时候呢，叫造罪业，所得来的还是命里所有的，你说冤枉不冤枉？《了凡四训》里头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讲得非常透彻，所以的结论，古人讲的结论：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这就是说明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你真正通达了，心里头没有一丝毫的妄求了。心永远是定的，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慈悲
这个是积福啊，积德了。那么你命中所有的这些富贵，会越来越增长啊，这一定的道理，越来越兴旺啊。你不了解这个道理，拼命去竞争，用不正当的手段去争，得来的还是自己命里所有的，但是你得到的是减损啊。譬如说，你有100万的这个福报，你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得来呀，很容易消失掉啊。为什么呢？造作的罪业啊，罪业是折福啊，不会增福啊。为什么不用清净心、慈悲心、忍让，依旧得到啊？但是给你增福添寿啊，这多美好！所以佛法了，欧阳大师讲啊，而为今世所必须。你懂得这个道理，懂得事实真相，才晓得确确实实是现代人所必须要修学的，必须要懂得的。好，谢谢诸位。各位观众，大家好。从前一般人呢，讲求品格、人格的高尚、品行的修养，在社会上大家都能够尊敬、高风亮节。而现代人的这个价值观念改变了，目标都看着财富、地位、权力，而把品德疏忽了。所以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是笑贫不笑娼。那么这种风气几乎在现代许许多多的地区都存在。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社会价值观的差距？有心之士常常存心，怎样改变社会风气？凡是能存这样观念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而实在讲呢，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大事业。社会风气的淳朴善良，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前，古圣先贤
是常常把这桩事情放在心上，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维护这个道统。道统就是善良的风气、淳朴的民俗，都在教育啊。所以《礼记》《学记》里面就把这句话制定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教学宗旨，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一个问题，我记得我曾经在此地做了一次专题的讲演，内容就是君亲师。这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同修，在日常谈话当中，深深感触现在儿女不听话，儿女不听父母。一些当老师的跟我接触，也在吐苦水呀，学生不听话。工商业做老板的，我们遇到了，哎呀，现在员工是皇帝，处处要低头下气求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们要找他病根之所在呀！我发现到古人所讲的君亲师，我们的问题出在这里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诲，如果我们不懂，触犯了，社会的病态立刻就现起，感应之快真正是不可思议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教育上的大问题。每一个人都知道教育的重要，像佛教这样的密切的，然后才知道佛陀教育是非学不可你不学就是个糊涂人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生活环境其他的这个教育的时候，没有佛教跟我们这么贴切关系这么密切，没有非学不可。第二个问题，这佛教是消极的吗？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佛教了，你看看佛教消不消极？世间人看到，现在社会是竞争的时代佛教人讲忍让，消极，他不竞争。现在一般人的生活都追求荣华富贵学佛的人很朴素节俭朴实，这在他们眼光当中，这就叫消极
那消极有什么不好处啊？我们这个消极的人啊，一天到晚活得快快乐乐，幸福美满。他们那些积极的人啊，一天到晚苦恼无边，患得患失，晚上睡觉都做噩梦。听说还有不少人天天吃安眠药，不吃安眠药也不能睡觉。这样说起来，那我们这个消极比他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也有积极追求的地方啊，我们求智慧，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些事情认真努力在做，锲而不舍，没有一天不在干的。中国古时候，在朝廷做官的人，70岁就是退休的年龄70告老还乡了，回家去养老了。现代社会退休的年龄提前了，有一些地方55岁就退休了。60多岁退休的已经很正常了。我今年72岁了，天天还在这里讲经说法了，还在这里教学，没退休啊！你说我是消极吗？我再把佛法这么殊胜，这样好的东西，全心全力的推荐介绍给广大的群众，我深受其利，得到的好处啊，希望这个利益与大众分享。所以要讲到积极，说实在话，世出世间任何一个行业都比不上佛法来的积极。尤其我们看到经典里面，菩萨成佛了，成佛之后休不休息？不休息啊！成佛之后，道家慈航，再退回菩萨位，帮助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示范，做典型啊！永远没有休息普贤菩萨10大愿望，每一愿最后无有疲厌，谁能比得上？所以凡是提出这些问题，对佛法了解的太少第三个是佛教徒应该以慈善救济为作榜样吗？刚才我说过了，弘扬佛法，传承佛法，依照佛法修行，就是究竟圆满的慈悲救济任何这个慈善救济事业的时候，比不了佛法的弘扬佛法是救济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世间这些慈善事业是救人生命一个人是慧命也得度了，生命自然就健全了刚才所说的不病不老不死那是心理健康。那么也许人听到我说这个话，感觉到疑惑为什么呢？这个话不符合科学现代人迷信科学科学是什么？他也搞不懂
开口闭口都是科学。新加坡有一位李牧原居士，我们这边同修很多人跟他见过面。这个人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家人到庙里就烧香拜佛，就老佛教徒了。对佛教的事业非常热衷，全心全力的护持。我在1987年第一次到新加坡访问，跟他认识了。他那个时候是新加坡青年弘法团，是佛教青年弘法团的团长。邀请我到新加坡讲经，每年都邀请。所以新加坡这个地方我年年都去。他大概是在89年得了癌症，医生告诉他的寿命呢只有6个月。他照的那些照片，那个 X 光照片大概有60-70张。这个内部可以说五脏没有一处是好的。医生说6个月是最长的时间，顶多只能活到6个月。所以他呢，把这个生意交给太太了，财产通通都移交了，连自己的信用卡都还银行的，都不要，身上1分钱都没有了。在居士林做义工，不拿任何报酬，替佛教做义务工作，做一天算一天。等往生，他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那个时候检查的时候，这个曾经给他介绍一些好的医生，他的介绍信都在，他没有去找，他说我已经要死了，何必还要找这些折磨？所以就一心一意为佛教服务。过了6个月，也蛮好。再又过了1、2年呢，是越过越好。再去检查了，他病全部没有了。所以医生说不可思议，奇迹他那些的资料的时候，一大包常常有人他打开来给我们看。这是学佛，就是不病嘛。他是知道自己得的这个重病，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专门等往生。里面那些贪嗔痴慢断尽了。所以医生说奇迹，我说这哪有什么奇迹？正常的现象怎么是正常的呢？一般人因为会有生病，会衰老，心里头有毒，我们现在叫病毒。最严重的病毒是贪嗔痴佛法里面叫3毒你里面有这个毒这个病毒外面有名闻利养诱惑感染你怎么会不生病？你怎么会不衰老？你怎么会不死呢？李牧原怎么好了？他头一个，他懂得把自己里面这个病毒
消灭掉。里面病毒消灭掉了，心地恢复清净，恢复真诚，恢复慈悲，整个生理这个细胞重新组织，重新排列，就顺乎自然了。自然就是最健康的。所以诸位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污染严重，有多少什么健康食品什么好的这个医疗的东西，全是骗钱的，能有效吗？花了很多钱吃的那些补品，还是一身毛病。所以根本的治疗是要把整个身心的组织重新来排列。这个方法，什么人在那里主持排列这个工作呢？清净心。凡夫是分别妄想在排列，越排越糟糕。这个修道的人呢，清净心在排列，清净心排列的是自然的现象，自然就是最健康的。破坏自然，毛病就出来了。这个大道理，知道的人不多李牧原居士也未必知道这个大道理，但是他这么做了。只要能这么做，不知道也行。所以他能够恢复到健康。今年10年了。他活了10年了。我见到他，拍拍他的肩膀，我说：“你还要活100年。”为什么呢？佛教的大事业需要你护持，需要你去做一点私心都没有念念为佛法，念念为众生心胸开阔，清净慈悲这是一个真正学佛的人真正能够依教奉行的人，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我们一个好样子。好，谢谢诸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这一次刚刚从夏威夷回到台北，在夏威夷大学，有人问我，佛经应该怎样讲法？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必须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他的确是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佛门常常讲的契机契理。如果真正懂得这2句话的意思，才晓得佛所谓的
无说而说，说而无说。金刚经上讲，佛无有定法可说，无有法可说。那么这些话都显示出这个经啊要怎么个讲法。简而言之，佛的的确确是没有讲经。那么佛所讲的全部都是对治社会大众的弊病。这些弊病包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言行，乃至于错误的造作。那么佛所说的，完全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与事实真相相应的。佛在经上称为正知正见，称为佛知之见。与事实真相相违背的，佛说这是邪知邪见，也就是你看错了，你想错了啊？为什么呢？与事实真相相违背。换一句话说，你所想的、你所看的，不是事实真相。话虽然简简单单几句就把这些纲领说出来了，这些事情要细说，世尊当年在世，所谓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49年也没有把这些事情说尽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虽然没说尽，但是许许多多的原理原则，他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循着这些原理原则，细心去探讨，不难明了。这也就是说，佛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线索。真相要用现代这个科学家的观察他们的观察也相当殊胜，值得我们赞叹。譬如科学家确实发现时空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如说我们人类生活在3度空间有一些小动物微生物，它们生活在2度空间这个2度空间跟3度空间呢，我们了解的最清楚。4度以上就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了所以空间有4度、5度、6度，而实在说呢，是有无限度数。这个如果对于科学没有相当研究的人，听了这些名词，还是很难辨别，摇惑不清。如果我们用比喻来说，
就比较上容易体会啊。譬如无线电的广播啊，以及我们电视，大家都晓得，这个电视跟广播啊都有频道，频道对准了，音声影像啊就现前了。这个频道不同啊，频道繁多啊，也是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些频道啊，就很像科学家发现时空啊这个不同的维数啊，所谓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乃至于无数维次的空间呢，就如同频道一样。频道里面显示出来的画面都不是真实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不同时空显出来的境界也不是真实的啊。所以佛讲这种现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金刚经》上最有名的偈子，一般人都能够记诵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这是释迦牟尼佛最高明的指导啊！啊，这就说明无数维次的空间呢，它的现象就是如此啊。几个人能明了呢？几个人能清楚呢？唯独大圣，这个大圣就是指真实智慧，彻底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称他为圣人啊，大圣人。在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对于这些事实真相，虽然说的没有佛经呢那么详细，可是他确实有说。儒家给我们讲的道、德、仁、义、礼，这是说明5种不同的标准，由高而下了。这种标准，它的作用在哪里呢？作用实在说，对于绝大多数对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不明白的这些众生，给他们树立标准，让他们在一生当中可以得到自身的幸福、家庭的美满、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世界大同啊，这个就是安和乐利的社会呀，共存共荣，互助合作啊，这是教育，这是圣贤人对于众生教学的标准与目的。而中国人遵循这个指导，一直到清代的末叶啊，那么这是许多同学们呢都清楚的。至于道德仁义礼，它的性质，它的建立是依据什么？如果我们用佛法
来解说啊，比儒家的解说是更容易明了。我们还以这个科学家的观察，时空的维次，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十法界、六道、三途，给我们说这些宇宙的现象。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如同电视里头不同的频道，所显示出来的画面。我们用这个比喻可以说是相当的贴切。那么这些频道是怎么产生的？也就是时空的维次怎么产生的？这个道理知道的人就太少太少了。所以科学家能观察到这个现象这现象怎么产生的，他们不知道。换一句话说，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个真的，如果不是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世间的圣人还是没法子解决。在古代，我们中国学术思想可以说相当发达，但是比起印度，依旧是逊色不少。中国人把人道讲得相当透彻，但是对于天地鬼神就讲得很含糊。比如孔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不是不知道，但是讲的含糊，讲的不甚明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契入这个境界的人很少，也就是说，突破时空维次的人不多。不如印度古时候这些修道人，他们修禅定，用禅定的方法突破了时空，他突破了三度空间，进入到四度，突破四度空间，进入到五度，层层突破。于是他们亲自见到六道轮回。所以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他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不是假的。就如同我们看电视，这个愚人只知道播一个频道，每一天打开电视就是这一个电视台的画面，他不懂得去播第二个频道。聪明人呢，他可以选台，他可以选好几台来看。就如同这种情形一样，那么印度人就比我们聪明，他可以看好几个频道。更聪明人、更高的人，他选择的频道就更多，他接触的画面就更广，所以定功更深的人，他能够超越六道，见到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他能够见到这么多，但是还有一个大的界限，他不能够突破，这是大界限。佛给我们讲是两个了，一个是六道，一个是十法界，这是两个大关呢，不容易突破。如果突破了十法界，佛就告诉我们，等于说无限度的空间呢，差不多你全部都突破了。全部突破之后，你才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我们用这个来解释这个道，道就如同突破无数这个空间。
全部突破了，全盘了解了，这是道。达不到这个层次，得降到第二个，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德。德的标准是什么呢？德的标准是接近道而没有能够达到那个境界。换一句话说，他能够突破几个层次，突破几个层次，譬如他能够达到天道，那个佛家讲天道那就不是简单的了。佛法说天有26层，那26层呢，换一句话，就好比是26个频道天不是很单纯的天有26层天呢，天里面情形也很复杂了佛给它归纳为欲界、色界、无色界3界，总共有26层天，就是有26个频道，26个不同的时空我们拿这个时空的维次来说就26种不同，看你能突破多少层。你突破1层，这四王天；突破2层，忉利天；突破3层，夜摩天；突破4层，斗率天。这个境界就在画面上显现了那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呢，诸位就容易明白了那么三恶道、鬼道畜生道、地狱道。畜生道里面有一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有一些我们接触不到的。为什么接触不到呢？它那个频道跟我们不相同，频道跟我们相同的我们接到，不相同的我们就接不到了所以宇宙人生真相唯有佛法能说得清楚那么道与德这是高层次的，而仁义礼完全对我们这个频道而说的如何能够帮助在我们同一个频道三度空间里面生活的这些众生刚才讲了，真正能够达到自身一生的幸福家庭美满，社会和谐，乃至于世界大同共存共荣，互助合作，那一定要靠仁，要靠义，要靠礼所以仁义礼都是备至使我们能够达到幸福的一个方法一个标准。假如这些东西都失掉了，我们都不再学习了，不再重视了，这古人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天下大乱了就是乱世这个乱世跟治世的差别就在此地。礼是最低的标准，礼要失掉之后，天下就乱了比礼高的是义，比义高的是仁仁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开始讲，仁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中国的文字，仁是2人这个意思就是推己及人，想到自己立刻就想到别人，己所勿欲，勿施于人这才是仁人所以这个里面没有报偿的没有条件自自然然能够想到自己，就想到社会，就想到众生我希望我自己生活过得美满，我希望一切众生生活都美满，希望自己家庭和睦，希望世界每一个家庭都和睦他立刻就联想到这是人人失掉之后这就是义，义是讲道义
我们有义务这么做，那这个里面就是有条件的了。啊，义在没有了，这就讲礼了，礼尚往来。这礼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要义，就是有往有来。啊，所以礼尚往来呀。啊，礼再不讲了，社会就乱了。啊，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那么现代的社会出现许许多多矛盾问题的存在，就是这个标准失掉了，没有人再重视了。啊，变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还得了吗？我们认识清楚之后，有没有方法来挽救这个社会了？难呐！李炳南老居士在往生之前，对学生所说，说了几句很痛心的话了。现在社会乱了啊，大乱的现象啊！即使诸佛菩萨、神仙下凡，也救不了啊！他告诉学生，我们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可是念佛求生净土，有几个人懂得？有几个人能相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大家做不到，我们个人觉悟了，个人努力去做，行。也就是说，没有能力度众生呢，应当要善度自己。这才是自救救世之道啊！在将来的历史上，历史学家一定是把我们这个时代写成乱世中国的历史，在台湾许多书局都出版25史诸位如果细细去观察一下，在古代，任何一个帝王，他取得政权、建立建国之后，5年之内，一定是治理左右。你看看这个25史，每一个朝代里面都有一篇礼乐治治理左右由国家来颁布，全国人民遵守一举一动都有个规矩可是民国以来，非常遗憾一直到现代国家都没有能够治理左右，所以人民生活没有标准，没有依据譬如最常见的婚丧的礼节，有很多同学来问我，如法不如法？我说根本没有法，还有什么如法不如法了？国家制定了礼乐，那你必须遵守，这是如法我们今天有许多这个礼俗还是用清朝时候的你看常见的这个祭孔教师节祭孔，这个礼是清朝时候的我们民国没有治理
婚丧喜庆，有人用古礼，有人用西洋的这个礼节。所以同学们问我多好啊，因为没有标准，什么都谈不上。这就叫大乱之势所以今天社会的动乱，根源由来已久真的，我们唯一只有能够如李炳南老居士所说自己要明白，要做一个明白人。佛说法没有别的你问我佛经要怎么讲法？讲经说法一定要知道社会弊病在哪里。佛法的弘扬对治这些弊病挽救社会这就是讲经说法的标准，讲经说法的依据，所谓其机其理理是不违背事实真相，不违背世尊给我们定的标准。儒家讲道德仁义礼，佛法里面讲五乘佛法这个意思都相当接近了。如佛教化众生，在立足之处可以说完全相同，都是立足于孝亲尊师我们在此地过去曾经做过专题报告都是立足在孝道佛法是师道能够把孝道师道发扬光大，这是教育这才能够挽救世道人心所以今天弘法利生讲经说法讲些什么？如果要是说明宇宙人生大道理，救不了眼前的急症。民国初年，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他老人家一生在世，除了劝人念佛之外，对于教化众生这一方面，他说的经论很少，而特别宣扬《了凡四训》《安世全书》《感应书》这一类的典籍这一类里面东西加什么呢？因缘果报确实，唯有大力宣扬这些，可以能够挽救现前这个社会不要讲太多的理论，理论懂得的人少救不了急因果报应是事实，必须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这道理讲清楚，事实真相讲明白特别是眼前眼前许许多多的事实，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言得不信善决定有善果，恶决定有恶报真正明了善恶的报应，我们自己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自自然然就能够收敛。自自然然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才是自求多福更应当了解，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一世，不止这一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式，每一个人都还有未来世这一世寿命很短促你的寿命再长，活100岁吧，毕竟活100岁的人不多。古人常讲人生70古来稀不到70岁而走的人太多了在这么短促寿命当中，要好好的修福要为来生着想这个人才是有真实的智慧佛法里常说，聪明人有前后眼所谓前后眼，就是能够知道前生后世他念念呢，能够为后世去着想眼前纵然受一点委屈，遭受一点苦难，后面有很幸福、很美满的利益在后头那么这种苦难，我们很欢喜忍受。如果眼前尝到一点甜头，往后有大苦头要吃，再想想，这得不偿失佛经里头常常用比喻，叫刀头是蜜这个比喻是得不偿失眼前得到的很短暂可是将来的苦难受不尽的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是一个聪明人决定不肯干的事情所以讲经不但要劝导大众断恶修善，改过自新，更应当自己要切实去做不是说做给别人看实在讲呢，是自己修复我自己这么做，为谁？为我自己今天我们看到举世之人，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念的是什么？是这个世间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他念的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后果是什么呢？佛在经论里面苦口婆心、无数次的为我们说明。他说：“财色名食睡，就地狱5条根呐。”这5类里面，特别是色，我们中国古人也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我们细心体会古圣先贤呢这几句话的意思
然后你就晓得祸福的根源在哪里。福的根源是孝道，祸害的根源是财色。一昧的追求财色，这个财色名食睡呀，名闻利养，你去追求这些，试问问，你能够求得到吗？真正能求得到啊，佛菩萨也会去追求啊，我们也应该去追求啊。说实在话，求不到啊，不可得。追求得到的，正如《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你命里头所有的，命里有的你才能求得到啊，命里没有，求也求不到。如果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了，那就是古人所讲“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为什么呢？君子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自己命里有，命里有要不要求呢？不要求啊。命里有总会来呀，你拼命去求，可以提早一点，是你命里有的，提早一点，你不去求，你得来可以晚一点。但是诸位要晓得，这里头有个事实，提早得到的这些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你的寿命就提早结束。为什么提早来了嘛？你提早想完了，路尽人亡，你想完了。如果你不追求呢，这个东西得来晚一点，晚一点是你寿命就延长了。多福多寿啊！你想想，你还是追求的去好，还是不求的自然而来的好呢？所以我们头脑要冷静啊，冷静啊，就是智慧，不受外面的诱惑，不受外面的影响，内断烦恼，贪嗔痴慢，内要断这个，外绝不受外面的这些五欲六尘的诱惑，内不动心，外不受诱惑，你就有智慧，你就能自度，你就能帮助这个社会呀，你就能帮助社会大众解决这些苦难的问题都在自身的修养，都在清净心，都在智慧，尤其需要高度的智慧才能把这些事实真相看得透彻决定不受诱惑，自己一生那就真正过得幸福美满自己这一生的生活所表现的就是度化众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很美满，人家看到眼里面，自然就生出向往之心、羡慕之心，然后就向你请教为什么我过得这么苦，你过得那么快乐他
他就向你请教。向你请教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道理教他了，方法教到他了，他也能得到自在，也能得到快乐。这样一传二，二传三了，就能传遍世界，就能普度众生。所以度众生呢，要用这种方法。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世间人把财看得这么重，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把财看得轻。世间人要积财呀，我们散财。最初他不了解，他不懂这个道理，他能够看上10年、20年、30年，他就觉悟。第一个人觉悟30年觉悟了，第二个人可能20年就觉悟了，第三个人呢，可能3年5载就觉悟了。这种例子，在佛家、在儒家的教学，在过去历史当中，我们都能够见到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我这一次回国之后，利用10天的时间，到环岛走了1周，看看南部的这些老同学。我有很多年没到南部去了，尤其是台东。我第一次到台东去讲经，是民国49年。这一次去的时候，这是我第2次去，整整40年。还遇到40年前听我讲经的老同修，我们在一起吃饭，感慨万千了，头发都白了。我问他多大年岁了，71岁了。听我讲经的时候30岁，第2次跟我见面71岁了。我们都老了我在南部看到他们学习修学非常认真，生活过得很淳朴，我看了很安慰，很难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了，我们只要认真去做，努力的去做，如理如法的去做，这一切命中注定的嘛，何必要妄求呢？我说世界有许多人世法佛法都不例外，认为要做一番大事业一定要有雄厚的财力，要有组织，要有人力要种种条件才能够做得成功我就告诉大家，你们同修，你看看我，我也做了一点事今天佛法，特别是净宗，弘扬到全世界。我没有组织，我没有人力，我没有一个帮手我今年70多岁了，连一个照顾我的人都没有没有好不好呢？好，为什么呢？没有我身体健康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如果有几个人照顾我的话，恐怕我身体就不健康了。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照顾自己好李炳南老居士95岁都不需要人照
还是自己照顾自己。最后的2年，才有一个侍者照顾他。他97岁往生的，他是我的一个好榜样啊！我也希望我能到95岁都不需要人照顾所以我没有人照顾，我也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也能把净宗弘扬到全世界所以国外有许多人知道我，到台湾来都很想看看我到我图书馆的道场，到我基金会看看，他一看都呆了没有想到这净空法师道场这么样的寒酸呢，连一个普通人的家庭都不如许多富贵家庭那比我们的道场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要庄严多少我们在台湾说老实话，连一个中等这个家庭都不如这诸位都看到的所以我们自己生活得很愉快很快乐我们的道场小就开销很少，维护很容易，不操心人最幸福的就是不操心，心里头没有事，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负担，你说这个多快乐我们这个快乐是从这里得来的我们看看世间人拼命去赢求荣华富贵他虽然是富足，但是不快乐。富而不乐，不如我这个贫而乐你说我多自在我觉得我这个生活很美满，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幸福我自己以为我是这个世间最快乐的人，最幸福的人你只要是冷眼来观察，你会觉得我说的话没错悠悠自在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受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压力别人赞叹我自己会冷静反省，我值不值得人家赞叹我要更努力，要更认真地学习。别人回报我，我很感激他他提醒我有哪些毛病，有哪些过失，我要认真努力改进我看世间人顺境逆境都是修学最好的环境我看世间人善人恶人都是菩萨，都是善知识弥陀经上所说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并不是说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在此地不行吗？只要你那个观念转一转呢，我们看一切众生的善，
不要看一切众生的过，这个世间不都是善人吗？都是上善吗？我今天跟全世界一切众生相处，那都是诸善人呐、我跟他们相居一处啊！不要看人家的恶啊，要看人家的善呐！看人家的恶，要回过头来，是自己的恶，人家没有恶，是我自己的恶。正如同《华严经》上法身大士、诸佛菩萨给我们示现的、表演的，提醒我们提醒我自己所以见到恶了，想到是自己的恶，我自己没有做好，我自己没有修好，我自己要认真努力改进。见到别人的善，我们欢喜赞叹别人没有过失，世间没有过失。六祖慧能大师讲的非常正确，那是真言的，真实话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为什么呢？世间没有过，世间一切人没有过，世间一切事没有过，世间一切无也没有过，过失都在我自己一身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想真正成就道业要想真正突破刚才讲的无数的这个时空维数，你能够一切回光返照好好的修自己，我们这一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也就是说，成佛成菩萨不是做不到的这一次我在宜兰做了一次讲演，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在台湾这个计程车司机很多，我举出一个计程车司机这种行业，他可以就在他行业当中做菩萨做佛说明做佛是任何生活方式任何行业工作里面都可以圆圆满满成就的。好，谢谢诸位。